沙是沙，土是土，沙能烧成琉璃，土能制出陶器，而我也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。开门！谢老师欠的钱该还了。会长，我爹刚走，头七未过，这债能否宽限些时日？宽限？你爹一死，这就成了死账，30两。今儿要么还清，要么我就封了这窑。不过嘛，你这丫头还算齐整，债也好说，跟了我做房里人，这30两我一笔勾了，如何？别慌，只要窑还在，就还有希望，绝对不能让他拆了这座窑。会长，您今日封了窑，抓了我，能得着什么？窑封了，半成的瓷坯就废了，一文不值。我被带走，街坊都看着，新来的县城正愁立不起威。会长，这煤头值30两吗？放肆！来人！3日后还不上这30两，窑债人全凭处置，我绝无二话。届时您既得了窑，又占了理，谁也说不出半个不字，何苦今日动粗，惹一身官非？行，哼，3日后我亲自来。到时候连人带窑，我一并笑纳。只有今夜了，这一炉成了，我就能活。砸了，连这窑都保不住。到色了，该收火了。不对，卷上写着火须极烈，熔沙如水，还不够。就是这个色，不能急，要让每一粒沙都熬成水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成了，成了，真的成了！娘，你留下的东西，我没辜负。东西是烧出来了，接下来就该去找个识货的买家了。小娘子，你这玻璃疙瘩哪儿淘回来的？这是琉璃。琉璃？西域来的琉璃老朽见多了，全都浑浑浊浊。你这透亮的，分明是哪个窑烧坏的料，也敢拿来唬人，看你可怜。500钱当不当？500钱，连半两银子都不到，30两。老上再看仔细些，这盏碧薄色净，无一丝气泡，西域琉璃烧不出这般的。哎呦，当还是不当？不当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这位姑娘，这盏琉璃可否容我一看？这一盏我出50两。50两可以，不过安掌柜，我这儿往后还能再烧，能出第2支、第3支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好一个会烧琉璃的姑娘！50两先付这一支，往后你烧多少，我安达收多少。3日到了，银子呢？没有就拆。本利30两，分文不少，字据按了手印。会长，点清楚。你哪来的银子？算你识相，债是清了，可你别得意。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，以后呢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过活。会长替我操心了，您点清了，慢走不送。好，好得很，咱们走着瞧。债了了，窑保住了，可单凭我一人一窑，一夜也烧不出几盏琉璃，吃口饭够了，立起来远远不够。千万共起疑了，这种人迟早会查出底细，那就赶在他动手之前，先把根扎完。会长，查清楚了，那谢家丫头把一只玻璃盏卖给西域胡商安达了，您猜多少？50两。50两，一只玻璃疙瘩50两。那胡商还放话说他往后烧多少他就收多少。一只盏50两，那一坊的盏呢？1年的盏呢？这哪是破玻璃，这是座挖不空的金山呐！那会长的意思是？金山
得攥在自己手里才算数。贝离，我要去谢家提亲。哎呦，我的好妹妹，妹妹啊，你爹走得早，撇下你孤苦伶仃一个，我看着也心疼。前些日子逼债是我糊涂，今儿是来给你说门好亲事的。会长说笑了，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哪儿配得上什么好亲事？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府上三房太太前年没了，正缺个掌事的。你过了门，便是堂堂正正的钱家人，吃香喝辣，再不必守着这破窑，孤零零一个人受苦。如何？他要的哪是我这个人，他要的是我手里烧琉璃的方子。我一进钱家的门，方子连同我就都成了他钱家的了。会长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只是这亲事恕我不能应。为何？你如今无父无母，孤身一人，嫁进我钱家做妾，我钱家定能护你一世荣华，这是多大的福气！会长，我靠自己的手艺能烧出银子，能养活我自己，我凭什么要嫁人去换一口饭吃？好，好，哼，不识抬举，一个无人撑腰的孤女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折腾出什么名堂。姑娘，不是老汉多嘴，外头都传说你那玻璃盏是哄人的西洋骗术，搁不了几日就得碎，还说那胡商是个托儿，跟你唱双簧，专啃本地人。我那盏碎了吗？那倒没听说。盏没碎，碎的是有些人的心思，没人能商量，没人能搭把手。这条路要是走死了，安达远走西域，本地买家被流言吓退，新烧的琉璃连1文钱都换不出去。如今添柴买料一日日见底，看来只能去城外碰碰运气了。娘，您当年烧了一辈子瓷，被人说一个妇道人家不安分，到死都没争出个名堂。如今轮到女儿了，也有人说我一个孤女瞎折腾，成不了气候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女子就成不了气候？娘，我要不靠嫁人，不靠任何人，就靠这双手，这一炉火。您没走完的路，女儿替您走。我要让您的手艺传遍这天下。是好东西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凭什么要因为几句闲话就贱卖，就低声气求人来买？听说没有？谢家那丫头跟西域胡商串通好了，专坑咱们本地人的银子。诸位老爷，谢氏琉璃从今日起，每月只出10只，价高者得。过了这个数，多一只都没有。哟，假货还限量上了！谢家丫头，不是说你那玻璃疙瘩搁不了几日就碎吗？还敢只出10只？小娘子，做生意讲究个货真价实，你这没人见过的稀罕物，空口白话，谁信？碎不碎，诸位老爷拿回去，搁上1年再说。我谢氏琉璃不怕比，只怕诸位想要的时候没了。方才怎么就没拦住他？谢姑娘，您这是何苦？人家本就传您的盏是假货，您还限量还抬价，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万一真没人买，那满屋的盏可就砸手里了。砸不了。为何？你想啊，这世上的好东西哪有愁卖的？愁的是它太多太贱。我若眼巴巴求着人买，那就真成了求人要的便宜货。可方才您连价都没报，扭头就走，那些老爷们万一一气之下都不买了呢？你信不信？用不了3日，他们就得自己找上门来，而且争着抢着报价。可我偏不卖，偏限量。他们越是说它假，越是好奇，越是买不着，越是想要。我要的从来不是清河这点小买卖，我要的是谢氏琉璃千金难求这8个字。谢姑娘，您这脑子怎么跟旁人长得不一样？听说了吗？
谢氏那琉璃1个月只出10只，何止啊！托人去问，我家那口子托人去问，人家根本不灵脉，要的人太多，排都排不上。我可听说了，望江楼的张老爷李员外为了争一只盏，差点在茶楼里动了手。咦，钱会长不是一口咬定那是假货吗？假货，连西域人都抢着要的东西，能是假货？我看呐，是钱会长自己想吞了这门好买卖，故意往外泼脏水呢。可不是嘛，越是不让买，我这心里头越是痒得慌。钱万贯，你越是抹黑，倒越是替我扬名了。谢氏琉璃一气难求的名声，借着钱万贯那张四处造谣的嘴，彻底传遍了整个清河县，如今反倒成了最响的招牌。谢姑娘，我家老爷出80两，求一只盏。谢姑娘，我家公汉喜，夫人寿辰，多少钱都使得，您先紧着我。100两，我家老爷出100两。谢姑娘，可不能漏了我们府上。报过价的按价排号，诸位莫急，这月10只，定了便不改，余下的下月请早。谢姑娘，求一只回去镇店。老丈当日说500钱。那是小老儿有眼无珠，谢姑娘大人有大量，您看。好得很，我倒小瞧了你。会长言重了，是诸位老爷识货。别的得意的太早。谢姑娘好手段，一句偏不卖，便把满县的人心攥在了手里。这位公子是？在下顾砚之，新到任的县丞。姑娘不必多礼，顾某为官数载，见过的精明商贾不知凡几，可像姑娘这般能借旁人的诋毁成自己的名声的呢，还是头一。大人过誉，民女不过是不愿贱卖了好东西罢了。姑娘不必多礼，顾某为官数载，见过的精明商贾不知凡几，可像姑娘这般能借旁人的诋毁成自己的名声的，还是头一个。大人过誉，民女不过是不愿贱卖了好东西罢了。好一个不愿贱卖！顾某出身寒门，又是家贫，靠一身死读出来学问，才挣得这顶乌纱。这一路见过太多有真才实学的人，被那些有权有势的活活压下去，埋没了。所以顾某最见不得以势压财4个字。姑娘有这般本事，顾某盼着你成，也是盼着这世道能讲一回本事，而不是只讲出身与权势。我原以为他只是个例行公事的清官，没想到这赏识背后竟藏着这样一段不为人知的坎坷心事。大人这番话，民女记下了。只是这名声越大，盯着你的人也就越多。顾某今日来，还有一句话要提醒姑娘：钱万断，可他背后是州府的钱通判。姑娘今日借势打了他的脸，名声是有了，可你这门琉璃的方子，从此怕是再难太平了。大人特来提醒，民女感激。只是民女有一事不解，大人初到清河，钱通判势大，您今日来提点我一个民女，就不怕担了干系吗？顾某若怕担干涩，当年就不会去考那功名了。姑娘只管放手去做，这清河县还有顾某这一双眼睛盯着。这是我2辈子都从来没见过的巨大数目，一个人，一座窑，一双手，纵有天大的本事，1个月也只烧得出10只。要让娘的手艺真正传开，就绝不能只靠我一人一窑。钱通判，那些被赶出家门的、被卖掉的、流落街头的苦难女子，她们在冰冷的世道里没有活路，没有依靠，和当初濒临绝境的我一模一样。她们没人要，我要建大窑，要开大坊，要广招学徒，而且我的琉璃坊只招收天下走投无路的女子。钱万贯要的是方子，可方子在1个人手里是催命的刀，在100个人、1000个人手里便是断不掉的根。只要我敢走出这一步，这小小的清河县
怕是又要彻底炸开锅了。招女工，我没看错吧？一个女子开法，已是骇人听闻，竟还专招女子做工，成何体统？女人不相夫教子，跑去抛头露面，这世道是要反了吗？我看呐，是这丫头钱烧得慌，招一群赔钱货回去白吃饭，过不了几日，自个儿就得把这破窑赔光。谢姑娘，这世道，女子哪敢出来做工？您这告示白贴了。何况外头还有人传，说您招女工是假，是想把那些没人要的女子骗进来，转手卖去别处。这脏水泼的比骂您还狠。我等的并非被规矩拴住的女人，而是被世道丢弃的人。来了。姑娘，您的告示是真的吗？真的连我们这样的也要吗？我叫春星，我什么都能干，我力气大，能烧火挑水搬料，不要工钱也行，只要给口饭吃，有个地方睡。看着他们跪在冰冷的泥地上，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我如果没有手中那卷残卷，或许也会落得悲惨下场。我招的是工，不是养闲人。在我谢氏琉璃坊做工有工钱，学手艺要用心，想白吃白住的趁早走。可只要肯学干，在这儿你们就不再是谁家的赔钱货、扫把星，你们是凭手艺吃饭的人。姑娘的恩，春星这辈子记下了，往后这坊子就是春星的命，谁敢动他一根草，春星跟他拼了！姑娘，几家商号都不肯收了。为何？钱会长说，谁敢经销谢氏琉璃，就革了谁的牌子，断他往后的生意。满县商号没一家敢要。这可怎么办？难道刚有口饭吃，又要散了吗？姑娘，那钱万馆欺人太甚，要不咱们去跟他拼了？拼？拿什么拼？人家是行会会长，背后还有州府的人。钱万贯，你断得了本地销量，可你断得了清河，断得了天下吗？谁说谢姑娘的琉璃没人收？谢姑娘，我安达可是专程来寻你的。安掌柜，你上回那只战，我带回西域，可知卖了多少？300两。西域的王公贵人为他差点打起来。300两。谢姑娘，我今日来是想跟你签一笔长契，你房里烧出的琉璃，往后我安达全包了，全都运往西域，本地谁爱收不收，与我们何干？对呀，钱万费尽心机，可他万万想不到，我根本不走本地，我要去西域。安掌柜，钱家在清河一手遮天，你与我签着长契，就不怕得罪了州府的人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谢姑娘，我安达走的是西域的商路，那钱通宽的手再长也伸不到大漠那头去。好东西到哪儿都是好东西，他堵得了清河一城，堵得了万里商道吗？安掌柜，这长契我签了。钱万贯设下的死局，这下不攻自破。我顺着安达庞大的西域商队一路向西，销往黄金面地的遥远异域，所获的暴利直接翻了10倍不止。西域的贵人托我带句话，姑娘的琉璃既能这般通透，可否做出一面比这铜镜照得更清楚的镜子？若能，西域的贵人愿出的价是一座金山。铜镜照人，再磨也只能照个大概。镜子，一面照见纤毫的琉璃镜。谢姑娘，这事儿是不是太为难你了？安掌柜，你回去告诉那位贵人，我谢长宁能做。你当真能做出来？能不能给我些时日？安掌柜，你回去告诉那位贵人，真能做出来。我谢长宁能做，能不能给我些时日？姐姐，这镜子照人影影绰绰的，跟隔了层雾似的。西域贵人怎么就稀罕咱们做一面更轻的？因为他们也想照清楚自己。铜镜照人，再磨的亮也只能照个大概，可若用琉璃通透，本就能照影，难的是如何让它只反光不透光。姐姐，这透光不透光的有什么讲究？你看，光从这头进那头出，人影自然就给都不爱回来。得想个法子，把这光距没头没尾的画背之以暗，光可反。是不是暗示的这个？娘，您当年是不是也想到过这一步？背面
要在琉璃的背面附上一层东西，挡住透光，光才能尽数返回来。附什么呢？春杏，去把库里的锡、磷还有水银都给我备上。锡太硬，固不牢，但用水银又挂不住。若是两样掺在一处呢？姐姐，你快来看！第一次看清自己的脸，铜镜照人，隐隐绰绰。我这面镜子一出，会是何等的天翻地覆！天爷，这是我！我长30岁，头回看清自己的模样。原来我没那么丑，我娘当年总骂我是丑丫头，骂了我一辈子。快看看你自己，咱们也是有模有样的人呐！这面镜子照见的何止是一张脸，是这些人头一回把自己当成了个人。可这面镜子一出，招来的怕不只是金山。这是州府来的大人物啊！谢姑娘这回怕是要摊手。哪个是谢长宁？民女谢长宁，请问夫人是？州府前通判府上的，这是我们家夫人。夫人听闻你琉璃镜名头，特地赏脸来瞧一瞧。来得好快，镜子才出，钱家的人就上门了。果然是好东西，本夫人也不与你绕弯子。你这烧镜子的方子，开个价卖给本夫人吧。夫人，这方子是民女安身立命的根本，恕不能卖。不卖？那这样，本夫人入股你这琉璃坊3成，往后有本夫人有钱家替你撑腰，看谁还敢动你，如何？夫人的好意，民女心领。只是这琉璃坊是民女与坊里姐妹们一砖一瓦挣下的，民女接订单卖货都好商量，唯独这股，民女不能让。谢长宁，本夫人今日是给你脸，你可知道这清河县有多少人想攀我钱家这棵大树而不得？你以为你今日推掉的是什么？凭你一个孤女，守得住这门手艺吗？民女不知能守多久，但民女知道，只要这双手还在，这门手艺就是民女的。夫人若真看得上这门手艺，大可来谢氏琉璃坊跟坊里的姐妹一样，从绞杀看火学起，民女绝不藏私。你放肆！本夫人是何等身份，与你那些下贱女工同列？琉璃，你可知道这琉璃儿20年前本就该是我钱家的？当年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，也是这般守着一门手艺不肯交出来。你这眉眼，倒和那女人有几分像。欧斯，说那女人是谁？20年前，一个守着烧瓷手艺不肯交出来的女人。娘当年烧了一辈子瓷，被人说妇道人家不安分，最后郁郁而终。她说我眉眼像那女人，这2件事，这会有大关联吗？姐姐，那通判夫人瞧着不像善茬，咱们要不要防着点儿？防。从今夜起，坊里值夜的人加倍。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，钱家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有人放火！着火了！琉璃坊着火了！娘的残卷落在了作坊里，还在火里！姐姐，不能进去！姐姐，你疯了！这残卷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你要有个3长2短，这一坊的姐妹怎么办？放开我！那是我娘留下唯一的东西，是方子，没了它，我连娘长什么样都快记不清了。姐姐当年给了我半袋米，给了我1条命，那我去！春香，谢姑娘不能了，再进去就是2条命了。姐姐，我说过这房子就是我的命，是我害的。一卷纸，怎么就比他的命还重？来不及了，春香，春香，姐姐，我抢出来了。傻丫头，一卷纸哪有你的命经过？姐姐别哭，这卷子是您娘的念想，我替您守住了。春香，春香，快去请郎中！姑娘，这丫头命是保住了，可
可这2根手指是再也长不回来了。姐姐别难过，手没了2根，我还能干活，房子咱们还能再盖。谢姑娘，出了这事儿，我本不该这时候来，可发往西域的货全毁了。西域的贵人催得急，按契上的数，这违约金……完了，什么都完了！刚有了条活路，老天爷为什么不让我们？安掌柜，这火是钱家放的。你查到了？查到了，也告不倒。纵火的人早被灭了口，所有线索都指向意外失火，证据就这么明晃晃地摆在眼前，可我连递到县衙的资格都没有。欺人太甚！谢姑娘，违约金的事我去跟西域那边周旋，可这坊子你当真还要再盖？钱家那是州府通判，你一个孤女拿什么斗？谢姑娘，对不住，我家里还等着这点工钱活命。姑娘，你是好人，我们记你一辈子的恩，可这坊子是真撑不下去了。拿着，是我谢长宁护不住你们，怨不得你们走。谢姑娘，等您把房子重新立起来，我一定回来。好，姐姐等你。娘，女儿是不是真的撑不下去了？吾女若见此卷，娘之仇，娘之冤，娘之仇，娘之冤。烧瓷的女人守着手艺不肯交出来，钱家那个让娘郁郁而终的人就是钱家。娘之仇，娘之冤，通判夫人当年的恶毒话语在这一刻如惊雷般炸响。我终于明白，我退无可退。我眼中燃起的不再是求生，而是刻骨铭心的狠意。姐姐，你怎么还不睡？姐姐，你的眼神好吓人。春杏，这坊子咱们重新盖。姐姐，可咱们什么都没有了。咱们还有人，还有这双手。娘，您的仇女儿记下了，春杏杏这2根手指我也记下了。我倒要让钱家看看，他们20年前毁掉我娘，今日休想毁掉我。姐姐，咱们都揭不开锅了，还白教别人手艺，这方子可是命根子啊！您忘了通判夫人上门抢方子的时候，您是怎么说的？说这是安身立命的根本，怎么如今倒要白白送人了？春杏，咱们输在哪儿？你可知道？输在钱家势大？不，输在我谢长宁只有一个。钱家要捏死一个孤女太容易了，可若是这清河县，家家户都有人会烧琉璃呢。若是这门钱家再想动我，动的就不是婉的成个人了，是这一城靠琉璃吃饭的人心。所以姐姐，你要把方子散出去，散给越多人越好。方子在我一人手里是钱家的眼中钉，可方子在千家万户手里就成了拔不掉的根。民心才是这世上最烧不毁、抢不走的东西。钱家烧得了我的坊，毁得了我的货，可他烧不毁人心。谢姑娘，那日我们走是被逼得没法子，这些天我们躺在家里翻来覆去的想，是您把我们这些没人要的当人看。您要重新盖坊，我们不要工钱，先来帮您把这窑垒起来。谢姑娘，这是我们几个把您给的遣散银子又凑回来的，钱不多，可您拿着先买料。谢姑娘，我来学手艺，我也来，哪怕只学个皮毛，往后也能给家里挣口饭吃。那些恶意刁难之人，他们以为一场祸乱便能摧毁我身边所有依靠，可他们逼出来的是无数期盼活下去的人，一颗颗渴望安稳求生的心。好，那我谢长宁今日就在这片废墟上教大家烧琉璃，咱们从垒窑开始。钱会长不让我们明着收货，可我们把银子借给你重盖坊子，他总管不着吧？实不相瞒，那钱会长平日里盘剥我们也不是1天2天了。谢姑娘，您要是能成，我们这些人也算出了口恶气。人心一旦凝聚，变成了冲天烈火。短短半月时间，一座更宏伟的琉璃坊在废墟上重立，钱万贯的封杀令沦为一纸空文。
光靠我是治不了这丫头了，得去州府搬族兄那座大山。哈哈哈哈哈！谢姑娘，那批毁了的货，西域那边的违约金，我替你担了。安掌柜，这如何使得？使得，谢姑娘，我安达行商半生，见过的人多了，要么是为了银子什么都肯做的，要么是落了难便树倒猢狲散的。可我头一回见着一个落了难的人，自个儿都快揭不开锅了，头一件想的就是把活命的手艺。这样的人跟你做一辈子的生意，违约金算我入的股，往后你我是真正的合伙人。安掌柜这份情，谢谦您记下了。只是安掌柜，钱万贯吃了这么大的亏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往后这条西域商路，怕是要起风浪，坊子重立，人心归附。可我绝不会就此停下。那页废墟里，娘残卷上那句“娘之仇，娘之怨”，日夜扎在我的心口。我要做出这天下从未见过的旷世奇珍。原来如此，不同的矿石能烧出不同的颜色。天爷，这是什么神仙物样？琉璃竟还能是彩色的！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东西。钱家，你毁我一座坊，我便起一座更大的；你断我一条路，我便开10条更宽的。这彩色琉璃一出，天下权贵都要为他疯狂。到那时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钱家的权势大，还是我谢氏的琉璃人心更得。一个孤女，一个孤女，烧也烧不死，压也压不垮。老爷，这谢长青留不得了。你是堂堂州府通判，还治不了他一个民女。民女，他那点小聪明，斗得过商贾，斗得过工会，可他斗得过王法吗？他不是要砂矿，要原料才能烧琉璃吗？那本官就让他连一粒沙都用不上。族兄，那丫头如今名声大，又有西域胡商撑腰，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捅出大篓子？篓子？放心，我那门生周崇如今正在京中做着御史大夫，朝里有人，天塌下来也压不到我钱家头上。封了砂矿，断了活路吗？州府出手了，这回谢姑娘怕是要栽了。姐姐，他们这是不让咱们活了！没了上游的沙，咱们拿什么烧？这窑刚立起来，200多号姐妹都指着它吃饭。这要是停了火，慌什么？我早就不靠他钱家的沙了。姐姐这话什么意思？你随我来，让你们都看看钱通判这一巴掌是怎么拍在空处的。这是白沙河，半年前我就发现了这里，官矿的沙发轻，杂质多，烧出的琉璃总带魂。可白沙河的沙纯净得多，烧出来的琉璃更透。我那彩色琉璃用的就是这里的沙。姐姐半年前就买下这片河滩了，地契在我手里，清清楚楚。这片白沙河滩是我花真金白银从官府正奖买下的。可姐姐，您半年前连琉璃房都还没影呢，怎么就想到要先备下这片沙滩？因为我早就想明白了，求人不如求己。靠官矿，命脉就攥在别人手里。要做大事，根得自己扎牢。钱通判断我官杀，可他万万想不到，我谢氏的琉璃从一开始就没用过他一粒沙。钱通判万万想不到，他为了垄断高价而暗中囤积的满矿青沙，顷刻间沦为一文不值的废料。他偷鸡不成反蚀米，亏得血本无归。好一个谢能宁，我倒小看了这孤女。大人，那地契手续齐全，挑不出错处。挑不出错处，那就给本官造一个出来。来人，罗织地契，改白沙河为官产，再寻几个证人，就咬定他私占官沙。
我要他死！大人，可这伪造官契是杀头的大罪。万一什么？本官的门生周崇在京中做着御史大夫，这清河县的天还能翻了不成？谢氏长宁，有人告你私占官杀，你可知罪？民女不知，民女名下的河滩是半年前购得的私产，地契、文书、底档一应俱全。大胆！地契在此，白纸黑字，白沙河滩分明是官产，你私自霸占，还敢狡辩？哦，既是官产，那这交易底档，县衙可有求存？钦差大人，下官乃清河县城顾彦之，半年前谢氏购地，全部文书原档皆在县衙，由下官亲手更办。这是交易的真契存根，与官府用印的底档，请大人与钱家呈上的进行比对。好一个白纸黑字！哼哼，伪造官契，诬告良民，好大的胆子！此案背后是何人主使？大人，此人名叫钱万贯，下官查访已久。半年前琉璃坊大火，实为此人受其族兄州府钱通战指使蓄意纵火，当夜女工死伤数人，真凶皆被灭口。大人，这是火场里留下的火把残柄，上头还烙着一个钱字，更有钱通判垄断官矿，中饱私囊，贪墨赃银，账目尽数查实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都是我的族兄钱通判指使的，放火伪造地契，全是他的主意，与小人无关啊！钱万贯纵火害民，革除会长抄没家产，收监待审。钱通判主使纵火垄断贪墨，着其革职查办，押其进京，听候发落。谢姑娘，谢姑娘饶命！是我有眼无珠，救救我啊！钱会长，还记得当日你说我一个孤女，守着座破窑，拿什么过活吗？我不要你跪，我也不要你的命，我要你好好活着。睁大我一睛，你口中的赔钱货，你眼里的孤女有多远？大山终于搬开了，钱万贯招出，放火尾气都是钱通贯主使，可那钱通贯背后还有个京中的御史大夫周崇，这盘棋还远没到收官的时候。压在头顶的钱家彻底土崩瓦解，可我知道，这还远远不是终点。娘的血海深仇依然在焦黑的残卷里等着我去揭开，而那座我从未涉足的浩瀚京城，正缓缓向我敞开吞吐天下的大门。谢姑娘到了京城，可要给咱们清河争口气呀！谢姑娘一路顺风。姐姐，京城那地方水深，你一个人去可千万小心。放心，房里就交给你了。谢姑娘，此番进京面圣是天大的恩荣，可顾某要提醒你一句：钱通判虽倒，可他那门生周崇，如今官居御史大夫，位高权重，你此去，他绝不会让你好过。多谢大人提点，民女记下了。他要为难，那便来。我这一双手烧出的东西，经得起天下人看，也经得起金陵殿上看。姐姐放心去，这房子有我守着，谁也别想动他一根草。这当真是人力所能为，流光溢彩，巧夺天工，西域贡品亦远不及此。钱通判一案就坏在这个女人手里，今日我倒要替恩夫讨回这个场子。好一个巧夺天工！朕的内库珍宝无数，竟无一件比得上这琉璃。谢氏长宁，民女在。你见民女竟有此等巧思绝技，实乃我大晕之福。哈哈哈哈！朕赐你琉璃巧匠匾额，特许你谢氏琉璃营商免税3年。民女谢主隆恩。陛下，老臣有本要奏。准。谢氏长宁巧技固然可嘉，然陛下明鉴，自古以来，女子当以相夫教子为本分。她一介女流抛头露面，
广纳女工聚众成访。此风一开，天下女子效仿，皆不安于世。纲常何在？礼法何存？老臣以为此举于理不合，当为他择一良配，以夫家管束其身，方合乎我大运妇道纲常。赐婚，他这是要借纲常把我连人带方子一并塞进哪家权贵的后院。这一招比钱通看的火还要狠。周大人所言极是，女子无夫，终非长久之计。陛下，当为血氏赐婚。谢卿、周爱卿所言亦是为逆着想。你一个女子孤身在外，终究无人依靠。这样吧，你可愿朕在满朝青年才俊里为你择一良配，如何？陛下，民女斗胆，有疑问想请教周大人。你问。周大人说，女子当以夫为天，以夫家管束其身。敢问大人，民女这双手烧出的琉璃，惊艳了金銮殿，充盈了内府，扬了我大运的国威。这是民女自己烧的，还是民女那不知在何处的夫家替民女烧的？你强词夺理！女子聚众成访，抛头露面，本就是伤风败俗。你纵有巧计，也难掩这败坏纲常之罪。败坏纲常，好，那民女再请教大人，民女的琉璃房养活了上百个走投无路的女子，是民女给了他们一条活路，让他们凭手艺堂堂正正活着。敢问大人，这条活路是民女给的，还是妇道纲廷给的？他们有的被夫家赶出，有的被爹娘卖掉，有的流落街头险些饿死。那时候大人口中的纲常礼法在何处？可曾赏他们一口饭吃？陛下，明明生而为女子，从未以此为耻。民女不靠父，不靠夫，不靠任何人，民女只靠这一双手，一炉火。民女以手艺立身，不以婚姻立命。若陛下定要为民女赐婚，以全那所谓的纲常，那民女情愿抗旨。放肆！大胆，竟敢抗旨！陛下，你看这成何体统？此女目无君上，目无纲常。我说，天下人还如何看陛下？看我大印律法！民女还有一句话，若陛下肯许民女终生不嫁，专心营造，民女愿以这一双手为我大玉烧尽天下琉璃，愿让这琉璃明窗照进千家万户，让这琉璃宝器将我大义国威于四海八荒。民女别无所求，只求一个凭手艺自立于世的资格。好一个以手艺立孙，不以婚姻立命。好一个孤身却脊梁不弯的女子！朕的满朝公卿，千言万语不及你这一双手，这一炉火。周爱卿，你口口声声纲常扯礼法，朕且问你，你为官数十载，可曾为朕、为大运烧出过一件能扬国威于四海的东西？朕今日就如你所愿，朕准你终生不嫁，专心降造，赐你女将之名，统领大运琉璃一派。你一个女子，究竟能走多远？民女谢陛下隆恩。谢大人，恭喜恭喜！当年是小老儿有眼无珠。老丈不必，当年那500钱倒也提醒了我，这世上的好东西得自己识得自己的价。谢姑娘，当日我说盼着这世道能讲一回本事，而不是只讲出身权势。今日你做到了。大人个那双盯着清河的眼睛，谢长宁一直记着。姐姐，您可回来了？我回来了，房里可好？好，好的很，订单雪片似的来，咱们又扩了3座窑，新招的女工都过200了。对了，姐姐，
城里好些人家照着您教的法子，都支起小窑烧琉璃了。一条街走过去，家家户户都亮堂堂的。残卷上写着“娘之仇，娘之冤”，后头的字烧没了。通判夫人当日说，我这眉眼和20年前一个女人有几分像，我要查清我娘到底受了什么冤。我陪您去，当年钱家欠下的一笔一笔，咱们都得讨回来。老丈，20年前，这里可有一个会烧琉璃的女将？这纸，这字，姑娘，你从哪儿得来的？这是沈昭的东西。沈昭，老丈认得她？认得。那是20年前整个大雍最了不起的女将啊！钱家老太爷眼红她的手艺，逼她交出方子，她不肯。钱家夺了她的将籍，断了她的活路，还放出话去，说她一个妇道人家不守本分，败坏门风，弄得她在林州一处容身之地都没有。20年了，他们用来害我娘的话，和今日用来逼我的话，竟是一字不差。我是她女儿，我叫谢长宁。如今名动天下的谢氏琉璃，就是我娘沈昭当年烧出来的那一炉。像，太像了！你这眉眼和沈昭年轻时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好啊，沈昭，你听见没有？你的手艺没断，传到这天下，人人都识得了。这是当年你娘亲手给我的，我藏了20年。今日物归原主。这位沈昭是我娘，是她20年前烧出了天下第1炉琉璃，她被钱家剥夺将籍，含冤而终，连个名字都没能留下。他们说她一个妇道人家，不安分，成不了气候。可今日她的手艺扬名了金銮殿，传遍了天下，养活了你们200多个姐妹。今日我把她的名刻在这里，往后凡入我谢氏门下的，都要记得。姐姐，您看这一炉，成色多好，西域那边又该抢风了。以手艺立身，不以婚姻立命，我做到了。娘，您没走完的路，女儿替您走完了。不只是我，这满坊千千万个女子都将凭着一双手、一炉火，堂堂正正的活下去。娘，您看见了吗？